未来10年，美国房地产最大的2个风口分别是养老院、模块化建房和 RWA。模块化建房速度与成本革命。去年做模块化的建造第一个项目已经退出了，给了投资人年化40%的回报。简单的介绍一下模块化盖房子。模块化的建筑方法的本质就是把房子的建设部分放在工厂里面进行，同时在盖房子的时候，工地现场浇筑地基，等地基和房子都完工了以后，把房子从工厂托运到工地现场，铆钉在地基上。模块化的建筑方法跟传统的盖房子有这么几个显著的区别。模块化允许地基和盖房子同时进行，而不像传统的盖房子，要先等地基浇筑好了以后再盖房子。模块化的工厂通常都是坐落在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工费便宜了50%。模块化的建筑规格更高，因为模块化的房子要能够承受得住运输的压力，所以密封和材质它们的要求更高，所以也更加容易获得政府的各项能源的补贴。模块化的建筑的速度特别的快，因为工厂里面是可控的天气和环境，所以建筑的速度不受天气的影响。一个多单元公寓的项目，工厂里面3个月就能把整个120单元的公寓楼全部生产好，而且现场建造需要2年的时间，时间差了8倍。模块化之所以速度特别快，是因为模块化的建筑不需要市政府的批准。在传统的盖房的过程当中，每进行一步都需要等到政府的检验员过来检查，如果出现了错误还需要整改，每次等待的时间都是10天起。而模块化的建筑是由州政府统一颁发许可证，州政府就会派驻检查员在工厂里面工作。工厂里面有4个州政府的检查员在里面全职工作，随时随地的可以检查、检验、整改、再检查，省下了很多的时间。所以总体下来，模块化盖房的成本可以控制在$150一尺，比现场盖房子的成本便宜了接近50%。除了建筑成本，整个生产的周期也能减少50%到80%的时间，所以贷款的利息支出也是大幅度的减少。模块化建房子是未来5年美国房地产行业最大的风口。在这个风口关闭之前，做足够多的项目，赚足够多的钱。38个单元的联排别墅，年化利润可以达到220%，保证项目的执行，保证所有投资人能够顺利的拿回本金和利润。有5个华州的开发商已经转变成模块化的建筑方式。模块化建房子这个需要的资金体量大，适合开发商和机构投资人。模块化主要是适合东西海岸人工成本高、多单元的项目。如果是低于20套独栋用地，或者像德州这种人工便宜的地区，优势并不明显。一个是普通投资人有机会接触到的养老院的生意，可以100万左右的房子，每个月就可以收到$7000以上的租金，甚至可以达到10%。养老院解决的是现金流和抗周期的问题，模块化解决的是效率和成本结构的问题。这2条线分别对应的是守和攻。看懂这2个方向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在新闻头条，而在人口、政策和成本结构的交汇点。带你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欢迎订阅。